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77.92， 收盘价是 187.44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8.81， 最低价是在17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上方，并且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98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3 倍，抱有大的成交量。KD 值我们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并且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不仅是出现了反转向上，而且开始了上行走势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增大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向多头趋势的转变。这种强度在增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回档后的反弹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开盘即遇到支撑，然后是股价在盘中是一路上行，最后收在当日 K 线的高位，那并且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那么前一日 K 线最高啊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压力位。同时，当日的成交量我们会看到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3 倍以上，是抱有大的成交量。那也就是目前股价的走势呢是一个回后上涨的一个走势。那通常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后上涨，就是回档后上涨的这根 K 线如果能够站上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并且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是在 1.2 倍以上，那么通常这样的一根 K 线它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。那日后我们说股价如果站上它的这根 K 线最高，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的行情。那同样这根回后再上涨的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目前是在177，将成为日后股价下方的一个强支撑或者叫支撑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当然我们还要补充一点，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组合方面。我们会看到其实在6月12日这是一根绿 K， 然后呢6月13日和6月14日这是两根红 K。 如果我们把它们合并之后，它和6月12号的 K 线组合那组成的是一个高位的反转向下的 K 线组合。那么这根红 K 的最低实际上将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就是在177这个位置。那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一个走势。然后我们会看到在6月17日又生成一根实体长绿 K 线。那么这根实体长绿 K 线又和这两根红 K 合并之后是一个长的红 K。那么左长红右长绿，这又形成了一个母子怀抱。那么这个母子怀抱呢是在高位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母线的最高，也就是191，那么股价将会这个母子怀抱的 K 线组合将是一个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。当然对，那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呢，就是
当然会有一波上涨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日后股价跌破了这根母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77呢，那么股价将会出现下行的一个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组合信息方面的一个补充说明。那这样一来，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两根红 K， 它们的最高191和下方的197，和下方的177，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6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，收盘价会在183附近。然后呢，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回档，收盘价会在172附近，也就是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档。实际在6月17日收盘价是在187.44，股价是出现了反转向上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转向上虽然在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呢当然点位相差较大，收盘价的这个性质也不同，因为我们预测反转向上是收盘在183，并没有站上前高，而实际发生的这个反转向上，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的。对，这是不同的地方。相同的地方就是和我们预测的方向一致，并且呢与我们预测的走势也是完全一致的，也就是下方在178、177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最低的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，同时又有多头力量的推动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所以这样一来就是说我们在之前的预测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呢走势也是完全相同的。不同的就是收盘价的点位没有这么高，而且性质不同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前一日预测的一个叫做回顾。再补充说明，比如说我们在前一期视讯我们还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在172。那其实呢在这个它是有一个条件的，也就是说它的条件是出现这样的这个反转向下，当日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77的。而实际我们会看到在股价开盘的时候呢，它已经是在177上方运行，并且一直是一个反转向上的走势，所以第二个可能在开盘的时候即被排除了。所以我们说在前一个交易日预测的这个走势上是正确的。好，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因为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这是一根宣示上涨的 K 线，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上行。对于6月1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1，站上这个位置股价将会再次出现头高，下方已经有底高。那么不仅是股价能够继续自5月10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而且呢还会确认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。对，好，当然我们说如果能够站上191，也就是说站上这个母子怀抱母线的最高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上涨的行情。所以我们会看到191就是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同时它也是一个强压力。然后第二个目标不变199，这也是强压力，临近200关口。这个位置如果被站上，那么我们会看到将会突破4月29日的最高，也就是这是一段回档然后横盘的一段时间。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调整完之后，我们会看到
在4月29日，在当日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，有 2.439 亿股。所以，如果股价日后能够站上200关口啊，我们认为将会进一步出现一个上涨的行情，去测试上方的这个趋势线。对，也就站上它叫换手成功。好，那么第2个目标是强压力，第3个目标就是206。206被站上，206仅仅是一个压力位，那站上206呢，将会就是继续这个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，那么股价应该会去测试这条下行的趋势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下行，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，依然是168，跌破它的目的就是恢复自4月2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那么在到达168之前，目前6月17日这根绿 K 的最低177将会成为强支撑。当然啊，在它的上方还有各条均线值也将是强支撑。然后168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，第2个目标就是139， 139被跌破将会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上行和下行的说明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给出6月1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之前我们给的关注的位置就是前低177，如果在它的上方运行，股价会收高。那实际我们会看到，在6月17日股价开盘既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是推动股价是一路上行收在了高位。那么到了6月18日，我们要给的观察位是 187.5， 也就是前一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，实体的上沿。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如果股价在盘中能够在这个实体上沿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它很有可能会突破191而收高，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新高之后还会回到191之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说只有站上股价在6月18日盘中只有在前一日 K 线收盘价的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收高。否则，如果股价出现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到 187.5 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，那么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小的红 K。当然，我们认为下方的5日均线值将能够支撑住股价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在这根绿 K 实体范围内进行横盘，也就是会收低。这是我们关注 187.5 的目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 5% 的强反弹的仓位，是在6月12日收盘价 177.29 这个位置 5% 进场强反弹，获利目标是181到183这个位置。对，那么之前已经股价是到达了这个位置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那就是要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的。那么到了6月当然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一直是170，所以这个仓位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目前是依然持有的。那么到了6月17日收盘价在 187.44， 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应该坚定加仓，也就是 10% 加仓。那这样一来，这个仓位将到达 15%， 成本价是在184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么由于我们已经开始加仓，那一定是要做多的，所以获利的目标一定是在191的上方。好，那么或者说只要是
股价高于184，都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所以我们在给出技术上操作建议的时候，我们从来不会给出获利的点位，我们只给出止损的点位。对，好，那对于这个仓位，到了6月18日，是止损，我们要从原来的170提升到177，也就是我们守这根绿 K 的最低。那股价如果跌破这根绿 K 的最低，应该是这15%的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上方我们认为它要守的就是189到191，这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包括上方的199、200关口。其中200关口啊，这个位置将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，就是我们不排除股价在出现高于191之后再次出现回档，对。就是上面遇到压力而回档，所以空头目前要守的2个位置，一个是189到191，接下来一个位置就是199，那他们的目标现在就是177和下方的168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6月1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高189，第二个压力位191，第三个压力位199，第四个压力位206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80到182之间。第二个支撑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，是从178到179。然后第三个支撑位是前低177。对，那么虽然我们说啊，这几个前3个支撑位它们在点位上都是临近的，但是我们愿意把它分开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位，就是第4个支撑位是168到169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5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90，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8这个位置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194，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190附近。对，那么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们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好，我们再给出另外一个走势，就是股价会出现回档。如果出现回档，它应该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8，在这个位置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181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2附近。那么它的条件，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8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6月1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